我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林珍瑜议员、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马文君委员、李明贤议员。好，川普宣布，因为日本关税25%啊，什么降到15%啊，但是其他附带条件很多啊。那日本要到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川普说最大的投资，而且90%的利润都是美国的哦。那另外呢，汽车要开放进口，稻米要开放进口，这是原来日本坚持不让的。哦，谈了半天，之所以为什么一直25%，就是他们坚持不让汽车跟稻米。那现在看起来呢，也不行了啊。那主要因为这次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又大败，从众议院大败，日本京都的市议员大败，然后呢参议员又大败啊，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整个形势对自民党也不利了哈。那另外呢，除了5500亿美元呢，川普非常高兴，说呢明天换欧盟了。你看看日本树立一个好榜样哦。那 NHK 说呢，日本跟美国铜跟铝的钢跟铝的关税呢还是维持50%哦。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虽然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铜跟铝对日本来讲，钢是非常钢跟铝非常重要。这个 Nippon Steel 哈，日本钢铁这个外销非常多的哈。那另外呢，日本首相石破茂说，美国承诺半导体药品从优处理，但是从优是什么意思哈？现在什么叫你的优跟川普的优是不是一样啊？原来药品是要到200%的税哦，然后呢，半导体可以50%到200%，那从优是什么哦？那另外呢，这个每日新闻是说呢，石破茂8月底要宣布辞职啊。他本来昨天是不辞了，说不辞。他说因为要跟美国谈判啊，那现在谈到这样，他辞不辞啊？那这个日本的这个每日新闻说他会辞。那么另外外媒显示，关税降到15%，但是晶片的关税可能会超过你预期，影响很大。因为对川普来讲，晶片他每天嘴巴一直挂着嘴巴讲，挂着嘴巴讲的啊。所以呢，说日本已经让光光了，全部都让给你了哈。然后呢，才换关税15%。所以跟日本比，台积电只是配材，什么意思？因为台积电啊是投资1600亿了，但是呢，日本是5500亿美元了，5500亿美元哦。那另外呢，菲律宾还绝了，4月的时候谈了半天，就是当时的对等关税，现在呢19%，比4月的时候呢还高啊，比4月还高啊，4月是17%，现在变成19啊，而且菲律宾不是跟美国很好吗？跟美国一起抗中啊，让这个美国每次演习完了，这个新式的武器就留在菲律宾等等哈。那为什么还这样？川普自己还讲啊，所以前面的总统这个跟中国比较好，现任总统跟我们美国比较好，看起来也没给他什么特别的优惠哈。那另外呢，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月28号跟中国的官员谈判啊，那说可能会他们8月12号的关税可能会再延期啊。那交换什么呢？中国暂停对杜邦的反垄断调查啊，说杜邦垄断了，所以我们要调查杜邦啊，好吧？那所以我们就看哈，日本4月24，7月变25哦，还加了1%，那现在变15。南韩25没有变化，菲律宾17变20，然后这个加了3%，现在应该19了哈。那文莱呢24变25加了1%啊，这个是对。然后呢，现在菲律宾17又变19了哈，然后呢加2%啊，变来变去，日本25变15，降了10%。我们看一下。Just signed the largest trade deal in history. I think maybe the largest deal in history with Japan. 历经8轮谈判，美日终于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在个人社群平台宣布，日本税率将从25%调降到15%，成为亚洲最低税率的国家。自動車あるいは他の産品の国益をかけて、お互いに全力でギリギリの交渉をしてきました。日本税率大砍10%，付出的代价可相当高昂。日本大型民间企业将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扩展在美业务，但90%利润都归给美国。还有川普最在意的。日
日本最后一道防线失守，将对美开放汽车、稻米、农产品等市场。美日还要在阿拉斯加启动液化天然气合作计划。市場関係者の間では、日本に対する関税が 25% から 15% に引き下げられれば、経済へのマイナスの影響が予想していたよりも少なく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受け止めが広がっています。日本被川普大割肉，但税率大幅降低，投资市场还是乐观看待。日股开盘，日经225指数上涨超过2.5个百分点，东证股价指数上涨超过3个百分点，汽车类股更是一飞冲天，丰田股价上涨超过13个百分点，本田与日产股价也都上涨约10个百分点。另外，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独家报道，参议院选举惨败的自民党将在7月底展开检讨作业。石破茂面临党内大佬逼宫压力，最快将在8月底正式请辞。我个人觉得说这个15%哦，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不要在这个数字上去琢磨，因为大家就认为从25降成15，好像日本大获全胜。可是我们还是要看它所让利的部分。那大家最不能够理解就是5500亿。这到底是给美国90%的利益，日本只10%？那到底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猫腻？大家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不过呢，我们会从这个美日韩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今天这个新闻对我们台湾大家其实最关切，因为我们对美国的依存度都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就会从日本的这样子的关税来看看台湾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台积电1600亿，虽然川普是说应该要3000亿才可以，所以表示大家就说那是个前菜，而且重点是日本的逆差只有630亿，我们台湾是739亿，比日本多了100亿，而且我们台湾的整个农渔产的这个市场又比日本还要小，所以你说我们要谈出比日本更好的价格，大家认为是非常不务实的。所以如果说是我们是关税是，如果说大家合理的推断，今天有中研院的，还有一些中央经济学院的人都特别来提到，我们大概是列于20到25中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务实的一个看法。不过还是在这个让利的层面，我们就会看看嘛。你说农产品进来，好，那农产品进来之后呢，会不会要求像日本人就要提出来？那你进来之后，你到底会标示产地？你的基改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商标要标示？那对台湾来说，他们大概是不太敢全部让上我们的稻米，不过有很多的农民今天也在反映的，如果我们这个关税还这么高，然后呢我们又让利于我们的那个农产品的话，那我们农民干脆全部拿去种光电就好了。我们这个米的部分里面呢，既然都赚不到任何的东西，那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到底在哪里？这也是被拿来做一个很大的讨论。那至于这个所谓汽车，当然日本的这个汽车，丰田、这个 Toyota、Honda， 这个当然的品质都比这个美国来好，所以美国即使是汽车进口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不是太大。但对台湾来说，台湾虽然只有一家裕隆，但是你不要忘记，它的轮胎的橡胶，还有我们的螺丝工业，还有中上下游的厂商，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这整个综合来说，其实今天反应最多，因为管中闵这个前校长跟这个智库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平台，他们会开始预估未来可能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结果，就认为工具机，因为日本的工具机品质比较好，但是它价钱比较高。那目前为止，它如果能够谈到关税这个15%的话，然后我们台湾的这个汇率又不断的往上提，那这样子的话，势必让我们最大的出口的工具机跟日本竞争起来，可能会遭受上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大家就认为说，还有包括提到中国目前可能如果只有30%，那越南其他地方都只有20%，那加起来如果差不多的话，是否会把整个市场又会开始重新到中国？所以总而言之，今天又有非常多的一个讨论，不过很多的细节还是要等到一些的部分里面全部 settle down 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来做评估。只是日本今天为什么对台湾的这个大家的新闻会闹得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太多可以互相来去做一个推论的。所以我只能说，如果我们如果让出了农产品，闹出了一些的部分，那我们关税只是降得很低。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汇率是13%，那这样加上去呢，对我们这个所谓的弱势的汇率，再加上我们的高的关税，我们未来产业还有包括我们的能源，到底何去何从？我觉得这是我们即将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日币已经贬值多少，你自己想嘛。对。哦，从这个1美元换这个80几块，现在到了140多块。哦，就最近还在贬。哦，又贬了5%。哦，那韩呢？韩国呢？贬了20到30%币值，所以币值还是蛮重要的。那有一点大家去想一想，日本原来石破茂一直在坚持什么？稻米不让，汽车不让。那其实日本米比美国米好吃多了，日本车子也比这个美国车受日本人的欢迎。但是就算这样，
他还是坚持不让，坚持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让一点。那我们到底让了什么？通通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说，日本因为米跟汽车跟美国闹，然后呢，印度因为农产品跟乳制品跟美国到现在谈不下来。大家都有坚持嘛？那我们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都知道别国谈的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搞什么，不是很奇怪吗？来，马委员。这个部分其实日本刚开始25%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首相坚持不让农产品还有汽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算是对于国家的整体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其实他是有顾虑到。那现在为什么会放，我们不晓得。可是如果日本的这个退守是台湾的未来，其实我们更担心，因为我们。包括台湾有很多各项的产业，还有包括我们稻米等等。其实我们的一些自给自足的部分，不像他们守护的这么好。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谁能够做这个决定，或者我们立法院有参与吗？那人民会同意吗？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都是黑箱，因为当日本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其实他的结果大概都是有对民众去做报告，而且说明很清楚、很透明。那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因应也都有所准备。可是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第一，川普到现在或美国都没有公布任何的讯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原来日本跟韩国是25%，那。可是，在谈了以后，还可以变成15%，可见其实它是可以边谈边调整的。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不愿意对我们所有的国人公布，或者美国为什么不公布？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不要黑箱，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忐忑面对。那可是我们看到政府好像我们刚刚台积电其实只是一部分，还有经济部长之前已经曾经说过，我们要提出大概6兆6千亿这样的。规模去做对美做采购，所以我想这个会牺牲掉什么，其实都应该要让它清楚透明。过去民进党也是这样要求的，那我们现在面对这么严峻的挑战，更应该清楚透明。好，那么菲律宾跟美国怎么谈？我们看一下。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ar and peace.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双边会谈。会后，川普就在个人社群平台开讲，菲律宾最新对等关税税率是19%。He's negotiating too tough. In fact, I used to like him better than I do now. He's too tough. He's strong, a strong negotiator. 川普称赞小马可仕是谈判高手，但最后菲律宾还是做出让步，以零关税对美国开放市场。回顾菲律宾税率一波3折，4月2号解放日，川普宣布税率是17%，7月9号又进行通知，税率调高到20%。这回小马可仕亲访白宫，加强美菲军事合作，也成功将关税谈到19%。We're getting along with China very well, and I don't mind if the president dealt with China. You know, if that's meant because. I think he has to do what's right for his country. 距离关税缓冲期8月1号大限剩下最后1周，川普透露下一站就是关税大魔王中国。President Xi has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we'll probably be doing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中国先生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下周1、2他将在斯德哥尔摩与中方官员会谈，商讨延长贸易休战期。接下来换欧盟上阵，这周还有台湾和南韩谈判代表团把握最后期限。好，那川普刚刚讲了，说这个习近平邀他了哈，那可能很快会见面哈。另外一个这个消息是说，他们想当面要谈，川普也是想当面谈。好，所以到底9月的时候，因为大陆要办阅兵嘛，有邀请这个普丁啊，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去哈，那普丁会去啊，那川普到底会不会去？那如果不在这边谈，会在 APEC 的场边谈吗？那会2个人一起谈，会不会有3边会谈呢？哦，这是大家瞩目的一个事情。我们休息再回来。好，川普把日本的关税降到15%，那台湾会怎么样？经济部说呢，还在进行哦，怎么谈这么久？哦，到底卡在什么地方？哦，大家很好奇了，还尽量把它拖到7月6以后？哦，不知道哦。那另外呢，这个以前台湾的这个经贸总谈判代表了邓振中，他说有2项台湾可以做的啦，一个就是加强转运管制了，
就大陆货不能从台湾转走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第二呢，在市场准入方面，就开放更多的美国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呢，这个希望美国认可台湾一直配合美方。哦，天哪！我觉得这一点哈，川普好像都没有放在眼里。菲律宾够配合了吧？是，菲律宾还不够配合吗？日本也很配合啊，日本对美国几乎也都言听计从啊。那这个吴大任说呢，台湾如果大家期待台湾比日韩地是不够务实的，他估算是20%到25%了啊。那我就讲，你不是光看这个，你要看他其他到底这个让了什么。那翁理中说这个15%到20%啊，25%，那15%到25%。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说，如果没有进展，如果大家扯来扯去还没有进展的话，就回解放日，就是这个4月2号 Liberation Day， 那台湾就是32%。那立法院呢，现在邀左荣泰来专任报告啊。那问题是也没那么快，你邀他排啊等等，反正民进党就拖过726，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原则哈。那另外呢，劳工不满他们被当祭品呢，所以有500个人超过去这个行政院丢饭碗来抗议哈，说这是第一次，如果呢你们这个到时候真的非常不好的话呢，他说会比这个更严重啊，不会像这么温和哈。所以昨天是大暑日啊，非常热哈。他们上街头抗议政府牺牲劳工的权益。他们昨天只是试水温，特别对所有的机械业、汽车业的工人一定要站出来，因为对他们影响最大。我们看一下。不到1个月，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出现了转变，现在降到只剩下15% 左右。那么台湾呢，至今都还没揭牌，也引起了市场忧虑。川普和日本达成史上最大协议，日本要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就连最保护的汽车、稻米等市场也全面开放，让网友大喊终究跪下去。要是台湾维持32%，就真的玩完了。要和日本一样达到15%，专家说要付出的代价不小，不只要买农产品、开放汽车市场，更对上半年衰退的橡胶、汽车、油电、营造建材等都有冲击。而从川普目前公布的国家税率来看，日本关税15%，韩国25%，对台湾最有压力。菲律宾、印尼19%，虽然跟台湾产业属于上下游，但台商也得有所因应。汽车关税啦，那或者说美猪美牛啦，或者说进口稻米啊，以目前的氛围来看的话，这个大概非常挑战。关税对股市影响钝化，但利空还没完全落地，多少都还有冲击。那嘉宇。其实从日本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可以知道，这个关税有没有到最后一刻其实是变来变去，所以我们这个谈判代表郑丽君已经4次的前往美国，就是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取最大的利益。那大家如果记得石破茂第一时间当川普公布这个24%关税的时候，也是飞到美国去，甚至要投资1兆美元哦。回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美国还要求他们 GDP 提高到这个国防的 GDP 提高到5%。说这个美国跟日本在国防上，日本有自己的自主权等等，现在看起来也是该让的能让的也都让了，所以突然的就降到了15%。那日本的股市呢也大涨了1300多点哦。那对于日本来讲，当然这一次让的主要就是汽车关税，汽车关税的部分就没有配额的限制，直接就是降到0了。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讲，也是台湾可以让的啊。台湾一直希望汽车关税能够降啊，因为我们现在那么多车等在这个港口，就是希望在这一次谈判过程中，我们能让的不管保健食品关税或是汽车的进口关税，这2个，我想全台湾的民众也都会支持我们的谈判代表拿这个来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其他当然大家也会担忧台湾的关税会是如何，因为毕竟之前日本跟韩国都是25%，那现在看起来也都还在谈判，菲律宾看起来也是能让的也都让了。那台湾目前当然我觉得郑丽君还有我们的谈判代表都是努力的在为台湾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刚刚讲的这些保健食品关税、汽车进口关税等等，我相信台湾还是有空间的。那最近很多人预估说，到底会在哪里？我觉得就在25%的上下。那在25%的上下，就是看说最后谈判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很多人说啊，如果谈太低代表我们让很多；如果谈很高又代表我们这个没有争取
取到该有的税制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谈，大家一定都会有话说。你谈了15%，人家就说哦你让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你谈了30%，人家又说哦你又谈太高。所以我觉得政府代表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左右为难。但无论如何，都是以台湾人民最大利益为优先。我想嘉瑜当然是帮这个民进党政府讲话了，但是他在诠释石破茂跟这个菲律宾的时候，完全讲反了哈。如果说不是因为石破茂呢，在第一时间呢就挺住了脊梁骨啊。在这个斥责飞到美国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川普呢突然闯进来，他就提出了这个军费呢要调高国防预算，日本的国防预算呢要调到占 GDP 的3.5%，石破就第一时间就拒绝了，一直到今天谈判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军费国防预算的增加，跟这个贸易谈判是两回事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税的部分哈。降到就是汽车这个部分降到15%，这个对于日本政府来讲呢，的确是还有产业界来讲，的确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的这样子的一个税率，所以他们今天普遍的反应呢都非常的好。至于稻米的部分其实川普今天讲话还是有玄机的嘛，他说这个稻米进口到我们稻米可以进口到这个日本了，还有什么汽车可以进日本，他也没有讲关税是多少啊，而且这个本来稻米的部分本来就是在斥责的谈判的他们的方案里面，我就是日本要增加你对于这个外国进口的免关税的稻米的配额可是菲律宾呢完全就不一样，小马可是菲律宾呢从17呢到19，而且小马可是呢他在当选之前的时候呢，他是非常非常反美亲中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大转向呢？就是因为他爸爸那时候呢，他们被推翻了，逃到这个美国去夏威夷的时候，菲律宾的高等法院就是统计他们家族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时候，就有累积了100万美金的财富，100亿美金的财富，经过了这么多年，菲律宾的媒体报道经过这么多年滚来滚去可能已经高达600多亿美金了，而且呢，这个在美国里面有非常多起的上千起的针对老马可仕的控诉，所以说为什么小马可仕呢会在刚上任的时候到中国去访问中国对他非常的友好，后来不到半年转向了，就完全听拜登的这个命令。今天大家如果看看这个小马可仕跟这个川普这边开那个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那个状况，小马可仕就是一个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边听那个川普跟他讲说他们本来亲中他后来呢回到我们了我不介意我也不介意他跟中国很好，就是在一个听训的一个小孩而且呢他今天谈到了这个17关税这个19%，这个对于菲律宾的 GDP 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他们会丧失15万个工作机会我就觉得菲律宾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民族他们觉得反正好像也无所谓。可是相形之下，我觉得我们的谈判团队就是从蔡英文政府以来，因为刚才大家讲到邓正中嘛他是蔡英文政府的这个谈判的代表，从蔡英文政府以来，蔡英文到赖清德，他永远想到的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就是配合美国的步调。我们莱猪也吃了，什么都吃了，什么通通都吃了，到今天还在讲，就说我们只要能够配合美国，我们呢可能会拿到呢比日本更好的这个关税。怎么会一个这么没有脊梁骨的政府呢？我们跟这个美国之间，台湾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是在中美断交之后，我们以这个蒋经国的大建设我们以这个出国为导向，我们才整个都抬起来的。我想赵先自己呢，一定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嘛。就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雷根政府对台湾是非常的严厉的耶。我们是这个台湾是美国的第3大的贸易顺差国，然后我们的新台币的汇率呢，从1986年一路升到这个1987年的时候呢，从39点多对1美元到35点多，它压力不断的增加。可赵先那时候他就可以组这个民间的代表团民间访问团去美国进行公关游说。我们的历任的谈判的代表，从过去的萧万长，然后到后来的什么殷启明什么这些人，
有什么时候我们在经历跟这个美国的贸易谈判多得不得了，智慧财产权各种各样的，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在第一时间就说我全部都让？我觉得这政府简直是开玩笑了。而且呢，到今天为止，我们面对所有的这个企业界、工商界、出口业者，他们的那种真的是非常的希望知道说你的谈判进度到哪里，不说就是不说。然后劳工团体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前面去抗议了，官员有回应吗？怎么好意思在今天还在那边讲说放出说我们的消息，放出说我们对美的关税可能会到32，可能会到什么的，是在影响国人的信心？谁影响国人信心啊？我们看一下劳工。我们真正最在乎的是什么？3个字是什么？高举旗帜和标语，超过500名劳工周二包围行政院，控诉政府不该把劳工工作权当成台美谈判祭品。这什么做的？10碗啊！会受伤吗？会受伤吗？我们有香港人吗？我们工作权要丢掉了。劳工愤怒丢纸碗，和警方冲突一触即发。毕竟美国对台湾税率到目前都还没揭晓，让位在关税海啸第一排的工具机、机械业、汽车零组件和汽车制造业者心嘎嘎。我们就已经非常常常的公开的喊话，呼吁政府今天要与劳工来沟通，让劳工能够参与我们关税的谈判。发动13辆游览车北上，怒批台湾劳工惨遭放生。看看劳官盟从6月中成立，要求行政院跟劳工团体对话，让劳工参与关税谈判，但至今却被当空气。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谈判代表表示，政府会兼顾劳工权益，争取最好的谈判成果。但面对劳工逼问，行政院能否在1周内跟劳工说明，依旧没有获得回应。而劳官盟预告将继续为劳工发声。好，我相信台湾很多的这个业者哈，不管是汽车业啦、汽车零件业啦、工具业啦然后呢工作母机啦哈，然后呢这个什么各种这个甚至螺丝啊等等哈，这些行业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尤其是其实半导体业应该也是关心啦 ，AI 产业也关心啦，尤其是劳工，因为他很担心。现在已经有25%的这个行业是不增聘人了，就不知道会怎么样连报价都不知道怎么报了但是呢，政府还是我还是觉得他就想拖过726之前不告诉你们，就是不告诉你们，休息一下再回来。